我叫孟林然，我的妹妹啊，与我一母双生，因她将娘亲沾染的魔气渡到自己身上，以致胎中带毒，身体娇弱。爹娘将出生的我扔给外祖母抚养，对妹妹则百般疼爱，视若明珠。外祖母，爹娘为什么只喜欢妹妹，不喜欢玲玲？有时候人的爱恨是没有道理的，就像爹娘偏心妹妹，但是外祖母喜欢玲玲呀。玲玲不贪心，玲玲只要有外祖母就够了。3000年前，外祖母在神魔大战中战死，娘亲继承凤王之位。从那以后，我失去庇护，被爹娘丢到了云梦台，做了执掌梦境的梦神。云梦台清冷孤寂，唯有梦魇氏为伴。幸而外祖母临死前为我留下一桩婚事，那是龙族的太子熬夜。待我年满3000岁，龙族便来迎亲。到那时，我便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一拜天地！等等，新娘是假冒的，我才是真正的孟林然。爹娘，我才是林然啊！此人假扮我的模样替嫁，其中定有阴谋。胡说八道！本神自己的女儿还能认错？今日是龙凤两族联姻，不管你是谁，胆敢扰乱我女儿的婚事，本神第一个不饶。此女包藏祸心，我带她下去盘问。诸位且继续饮酒赏乐，贺吾女新婚之喜。娘亲，我真的是林然，那个人是假冒的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林然，她是你妹妹角角。怎么会是角角？爹娘明知是他，却放任二女替嫁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当年我被魔族暗算，险些身陨。若不是被你妹妹在胎中将魔气渡到自己身上，我们母女3人都活不下来。如今你平安康健，可我的角角却自幼体弱多病，这是娘亲欠角角的，也是你欠你妹妹的。如今她就这么一个心愿，便是嫁给熬夜为妻，你便成全你妹妹可好？与龙族的婚事，当初外祖母已经昭告3界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所以从今天起，角角便是你。你爹千辛万苦寻到一颗易容珠，只要易容珠在角角体内，角角便能一直保持你的容貌。你性子本就孤寂，终日待在云梦台中，鲜少与人交际，便是角角替你出嫁，也不会有人察觉她身份有异。爹娘为妹妹苦心成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们算计替嫁的人也是你们的亲生骨肉？娘亲不觉得你们偏心太过吗？孽障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丫头油盐不进，劝是没用的，就应该把她早早的关起来，免得坏事。角角是你亲妹妹，我怎么会想到这孽障竟然丝毫不顾姐妹之情呢？爹爹娘亲，你们不要怪姐姐，本就是外祖母给姐姐定下的婚约，是我抢了属于她的婚事。叶哥哥，你我情深缘浅，这桩婚事我还是还给姐姐吧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姐姐呀。说什么胡话！我熬夜此生认定的妻子，唯你凤角角一人。孟凛然，本殿告诉你，角角腹中已经有了我的骨肉，本殿绝对不会弃他们母子于不顾。所以从一开始你们就在算计我的婚事，你们若是情投意合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难道我孟林然就非要和自己的亲妹妹抢同一个男人吗？既然你不愿意和角角抢，这会儿又在这儿闹腾什么？因为我可以上，你们却不能夺。外祖母当年将我和熬夜的婚事刻在3生石上，就是为了让天道见证，保我婚事无虞。你们费尽心思让凤角角易容成我，蒙骗天道，就不怕天道降罚吗？角角既然替了你的婚事，自然要当一辈子的孟林然。爹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清静吗？日后你就久居云梦台，无事就不要出来了。为了凤角角，你们竟然要将我关在云梦台？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等爹娘想到办法，将你和熬夜的名字在3生石上抹去，就会接你出来的。再说，你不是很喜欢住在云梦台吗？我不喜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被孤零零的扔在云梦台。3000年，我日夜只能与梦魇氏为伴，明明有爹娘，却如同没有一般。你们想全心全意照顾体弱的妹妹，便对我不闻不问。世上哪有你们这般狠心的爹娘？我难道就不是你们的亲骨肉吗？你是姐姐就该有姐姐的样子，凡人上知谦让地位，你连凡人都不如吗？是啊，我是姐姐，可是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我与凤角角是同日而生，只不过我比她先出娘亲的肚子。你们让我谦让妹妹，那谁来心疼我啊？这次便当爹娘欠你的，以后我们会想办法弥补。如今宾客满堂，婚事已成，没有你任性的权利，赶紧跟我回云梦台。不，我不要被关进云梦台，我不要。
发生何事？师尊，求您救救我，我不要被关进云梦台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还不是当年母亲定下的婚事惹出来的祸。凌然凤族血脉稀薄，本就不适合做龙凤联姻的人选。如今皎皎和熬夜两厢情愿，我与阿恒便想着成全这对小儿女，这才想出让皎皎易容替嫁的主意。谁知凌然这丫头又哭又闹，非要搅和她妹妹的婚事。要不你这做师尊的劝劝她。师尊，求您看在当年外祖母将我托付给您照顾的份上，为我主持公道。我知你心中委屈，如今两族婚事已成，若是换回来，对你们三人并非好事。我明白，我并不是想换回婚约，我只是不想再被关进云梦台。三生石上有你和熬夜的名字，若是换嫁之事被察觉，天道降罚在你妹妹身上，你这做姐姐的又于心何忍呢？你若觉得云梦台中寂寞，为师可以寻一两个可心的人陪在你身边，如此可好？是我说不好，师尊待说何？世上无不是的父母，为免你与亲人离心，这个坏人为师来做。凌然，为师与你约定，今日为师送你入云梦台，3000年后，为师定然想办法接你出来。你乖一些，好吗？不好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阿言，我就真的这么令人厌恶吗？为什么爹娘和师尊总是在我和凤皎皎之间选择他而放弃我呢？我的心好痛啊！软软不哭，阿燕帮你呼呼，偷偷飞走喽。还好有你陪着我。3000年来，我被关在云梦台中，星河为伴，梦境为依。我在梦中看到红尘爱恨，也看尽生死别离。那个曾经渴望爹娘疼爱、手足相亲的孟凌然，终究是在千年孤寂中学会如何爱自己。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怒。想要不受伤害，那便不爱好了。师尊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凌然，抹去三生石上名字的办法，为师还没找到。哦，那师尊前来所谓何事？皎皎她怀孕了。可喜可贺，师尊该不会是来请我出去喝喜酒的吧？你还不能离开云梦台，否则天道降罚，皎皎她受不住的。既然如此，师尊还来找我做什么？皎皎她怀孕后日夜为噩梦所扰，所有安神的法子我们都试过了。如今皎皎日渐憔悴，或许你的梦魇兽可以助皎皎安眠。师尊在说什么傻话？梦魇兽若是离开云梦台必死，可皎皎若是没有梦魇兽相助，她会没命的。那就让她死好了。孟凌然，皎皎她是你的妹妹。师尊可知，我这个姐姐早就做得生不如死。我叫孟凌然，是凤王的女儿，却不能以凤为姓。我的妹妹自幼体弱，爹娘忧心我日后与她争权，打从出生便剥夺了我继承凤王的权利。人人都当我体内凤凰血脉稀薄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爹娘曾用我的心头血温养凤皎皎的神魂，以至于我成了一个灵力低微的废物。所有人都说这是我欠凤皎皎的，可我究竟欠了她什么？孟凌然，想不到你竟然如此怨恨皎皎。是啊，我怨恨她。师尊，难道我不该恨吗？明明一母同胞，凤皎皎千娇万宠的长大，而我不足100岁就被亲生爹娘丢到了云梦台。他们弃了我3000年，你又弃了我3000年，6000年孤苦岁月是我一个人熬过来的。你们既然不曾联系过我，又凭什么让我顾及你们的感受？凤皎皎若是死了，那是她的命，梦魇兽绝对不会交出来。你大胆！便是大胆了又如何？想要梦魇兽，除非我死。好，孟凌然，你好得很。为师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嘴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？孟凌然，你究竟交不交出梦魇兽？绝不！孟凌然，为师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，你竟是一个忤逆不孝、记恨手足之徒？师尊何曾了解过徒儿究竟是怎样的人？因我枉有师徒之名，何曾有过师徒之实？外祖母将我托付给你，是为寻求你的庇护。可是外祖母怎么就忘了，她对你有恨，你对我娘有情。为了你那虚伪可笑的真心，你以我娘的好恶为好恶，又岂会真心待我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延续上神，你说我自私虚伪，可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人人都道你公正严明，可你却为了彰显你所谓的真情，对我这些年的不公和委屈视若无睹。我娘亲喜欢凤皎皎，你便对凤皎皎疼爱有加；娘亲不喜欢我，你便将我弃如敝履。你不配我叫你一声师尊。孟凌然，你连我都敢忤逆了吗？ 6000年了，我有家人，却过得好似没有家人；
云梦台上孤寂清冷，唯有阿燕伴我左右，不离不弃。在你们看来，她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梦魇兽，可在我眼中，她才是我的唯一。凤小小的命，在我眼中一文不值。可你们若要伤害阿燕，我便与你们拼命！孟令然，你疯了！竟然为一只畜生自爆元神！延续上神，我知道自己灵力低微，无力阻止你，可哪怕是蝼蚁，也有与天争命的权利。想要阿燕，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绝不会转。不自量力！然然，对不起，阿燕，我太没用了，保护不了你。然然没有错，错的明明是他们。你自爆元神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只要你认错，为师可以既往不咎替你疗伤，否则你元神将尽，只剩10年寿命。与你们这些所谓的亲人待在一起，哪怕一刻我都觉得恶心。既然从我出生，你们便不要我，那么索性狠心到底。冥顽不灵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大坏蛋！然然，阿燕。这世上亲与不亲，它真是毫无道理。或许有些孩子自出生便不被期待，可是你们既然不要，为何要生下我？明明一母同胞，双生姐妹，为何偏我不得爹娘欢喜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姐姐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为了一只梦魇兽落到这般田地，你又是何苦呢？凤娇娇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是啊，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。平日里装的乖巧听话，怎么在我面前反倒不装了？谁让你快死了呢？姐姐，跟你争了这么些年，真没意思。我从未想过与你争什么，你想要的一切，所有人都会双手奉上。我配跟你争吗？我不配。可你有一副康健的身体，如果可以，我多么希望当初娘亲身上的魔气是渡到了你的身上。从小到大，我看似什么都有，可我终日只能缠绵病榻，任和妖怪为伍。所以你从小到大处处针对我，陷害我，这不本来就是你欠我的吗？凤娇娇，你似乎弄错了一件事。如果当初魔气渡到了我身上，你有我的境遇可就要改写了。你可不能既要且要。我为什么不能全都要呢？如果爹娘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属于我。姐姐，反正你活着不如死了，那就在最后成全我一次，好不？凤娇娇，你要做什么？姐姐听说过替肉还父，替骨还母吗？反正爹娘不要你这个女儿了，你也不喜欢爹娘，那就干脆断了你们的血缘关系吧，把你这一身奉骨奉髓都给我吧。只要换了你的骨血，我便可以拥有一副康健的身体了。孽障！你竟然想杀你妹妹！是不是无论我说什么，你们都只信凤娇娇，不信我？我们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。事实？你们心毛眼瞎又不是一会儿了。你师尊说你记恨皎皎，怨恨爹娘，满心怨怼，性情偏激。原本我们还不信，如今看来你确实无药可救。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到头来子不知母，母不知子。走到这般田地，确实是我咎由自取。我就不该贪求所谓的亲缘。既然你们只想要凤娇娇一个女儿，那我便成全你们。孟令然，你做什么？今日我剔除你们赐予我的骨血，往后我便不再是你们的血缘之子。凌然，娘，云梦台下是梦境深渊，无论什么有进无出，你不能去啊！可是你姐姐，娘，我心口好痛啊！先救皎皎要紧。原来，哪怕是我死，也不会有人替我掉一滴泪。孟令然，你真可怜。世上竟有如此风光霁月、卓而不群的男子，我今天总算是见识了。大妹子，有啥想不开呢？跟哥说说。但我刚才那句话没说。喂，怎么又晕了？大妹子，醒醒啊！哎呀，都说了，让你正常点说话，你那一嗓子把人都给吼晕了。我怎么就不正常了？他身娇体弱自己晕过去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
他身上有同族的味道。他也是梦魇兽？哎呀，都说了，我们梦魇兽不能化成人形，我怎么就这么命苦，摊上你这么一个脑袋抽筋的气主？当初可是你自己求着我结气的，那不是被你的外表和强大的武力值给蒙蔽了吗？我要是知道你缺心眼儿，我堂堂梦魇之祖，怎么也不会跟你结气啊！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就不乐意了。什么叫我蒙蔽你？明明是你贪慕我的美色。老子是公的，公的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老子是公的。知道你是公的，不然我也不至于等了100万年繁衍不了子嗣。等等，她好像是母的。什么母的？她是女的。那岂不是可以生孩子了？我没死，这里是梦境深渊。梦境深渊乃是神魔禁地，我一心求死才跳了下来。想不到我命大，踢了凤舞和凤随后，竟然还能保全性命。你醒了啊？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哎呀，谢也不必了。凡人有句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咱俩今天就拜堂成亲入洞房。啊，没听明白？那我说明白点，女人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登徒子！哎呀，这和凡家话本子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哎，笨蛋！你说我什么？我说你蠢呐！你别害怕，我主人没有恶意，他只是缺心眼儿，不着调。人其实还是不错的。你也是梦魇兽？这个野字用的很玄妙，难不成你也有梦魇兽？原本是有过的。那他现在去哪里了？他死了，我的阿燕，他死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主人让我带你去梦之漩涡。过来。哎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要做什么？别动。阿燕，我从未听说过死去的梦魇兽还能复活。我厉害吧？厉害，多谢恩公。你知道你刚才的样子像什么吗？像什么呀？像一只花枝招展、拖着大尾巴炫耀的花孔雀。拳头硬了。哼，你为了复活那只叫阿燕的梦魇兽，耗费了1万年的修为，起码要在床上躺3天。我会怕你？花花，咱俩主仆情谊，今天1刀2断吧。断就断，谁怕谁啊？虚燕无是笨蛋，虚燕无是笨蛋，虚燕无是大笨蛋。爹娘师尊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？风娇娇，我是你的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然然，你快醒醒啊！千万不要被你的梦魇吞噬。没用的，他郁结在心，梦境深渊会无限放大他心中的恐惧和仇怨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然然如果陷入梦魇，会一睡不醒的。让开，我带他回来。姐姐，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世上竟无一人怜爱我吗？是啊，爹娘不要你，师尊舍弃你，熬夜哥哥厌恶你，就连我这个一母双生的妹妹也恨不得你死。梦林然，这世上没有人会爱你的。国子好。这世上无人爱我，无人爱我。是无所爱，你才更要爱自己。你不需要为一群不爱你的人而活，他们不值得。如果你需要有人陪伴，那便爱我吧。爱你？是啊，爱我，然后给我生个孩子。为什么在梦里你也要打我呀？对不起，我条件反射。梦由心生，从今往后，我要你的梦境再无阴霾。好美啊！我为你制造的梦境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怎么了？今天几月初几？3月3。我靠，老子要在什么？3月3，老子发情的日子呀！啊？你身上好香啊！对，老子腿软，你要再不走，要出事儿了。好热啊，走不了。老子要在上面，梦里人，你放开我！乖，听话的孩子才有糖吃。
吃干抹净，一走了之。孟灵珊，你这个渣女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叫孟灵然，大小也是个执掌梦境的神。在经历众叛亲离后，我心灰意冷，跳下梦境深渊。本以为必死无疑的我，被虚燕舞所救，他耗费修为替我救回阿燕，与我一心美梦。可我却在梦境里趁着他发情，把他推倒后为所欲为。世上怎么有我如此恩将仇报之人呢？许是上天都看不惯我的渣女行为，我竟然在梦境里怀上了虚燕舞的孩子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家里有啥吃的给我整点呗。不回啊！你说你遗传什么不好，非要遗传你爹的口音？这么俊俏的小脸，操着这么一口嗓音，着实让你娘感到幻灭啊！幻灭啥呀？你爹在娘心中的滤镜稀碎了呀！都说娘不嫌子丑，娘亲这是嫌弃孩儿了吗？你可是娘亲的心肝宝贝，娘亲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娘，怎么了？他们来了。谁？是亲人，也是仇人。姐姐，你果然没死。我与诸位早已恩断义绝，诸位如今还来寻我做什么？灵然，当年之事是爹娘逼你太过，爹娘知道你心中有怨，但是皎皎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救救皎皎的孩子吧。凤王大可不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当年我跳下梦境深渊的时候，就与诸位恩断义绝。这些年来，你们不曾记挂我的生死，如今为了凤皎皎，又再次找到我头上。我已经挖了一身凤骨凤髓，再没有什么能给诸位了。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娘亲，姐姐果然还记恨着我，不愿意救我的孩子。灵然，以后爹娘会补偿你。如今爹娘只要你亲生骨肉的一滴心头血，绝不会伤害你们母子。凤皎皎的孩子出生就死了，你们为了一个死婴，竟然要我儿的心头血。当初你们祸害了我还不够，如今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。你们枉为人父，枉为人母，更枉为神。孟灵然，今天你儿子的心头血我要定了。不许欺负我娘！快逃！不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要保护娘亲。你可真是个孝顺孩子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小姨不会伤害你娘亲的。凤皎皎，不许动孩子！这妈的，谁要弄我婆娘和孩子啊？我腻歪了！若是岁月太短，照耀我千帆百转。是有我。哎呦呦呦呦！谁家小可怜，哭成了一只小花猫呢？你家的。这时候他知道是我家的。当我吃干抹净一走了之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是我家的呢？妈的，竟然还敢带球跑！哎呀，笨蛋！被你自己的女人吃干抹净这种事，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的吗？可老子来想想就来气啊！撕裂梦境深渊的缝隙，你以为很简单啊？老子的修为不是修为吗？就算我修为高深，也不带这样浪费的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当初是怎么跑掉的？不悔，他似乎有着穿越梦境深渊的能力。那晚我怀上他的时候就能离开了。不悔？你儿子须不悔。所以那夜你不后悔是吗？我这一生说来荒唐可笑，生我者弃我，养我者厌我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被人疼爱是种什么滋味。那你还跑？徐彦武，如今的我不足5年寿命，我想着与其死别，不如让你以为我还活在世上的某个角落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还有活着见你的一天。傻瓜，有我在，便是天道也不敢收你。无耻小儿，狂妄之气！他是谁？当初杀了阿燕的人。既然是仇人，那你还站？3级6道从未听说过你这号人物，你究竟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老子虚言武。我是说你的身份。身份？我没身份。你这狂妄之徒！老子有狂妄的资本，为什么不能狂？灵然，这些年你竟然与邪魔歪道为伍吗？凤王，且不说虚燕无不是什么邪魔歪道，就算他是，我孟灵然这辈子也跟定他了。哼，老子这辈子也跟定你了。你们还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？他谁啊？我娘。岳母大人。不过他和我爹偏心凤皎皎，当年他们逼我跳下梦境深渊的时候，我便与他们断了情分。这个老女人！我乃凤王，你岂可如此羞辱我？便是朱雀站在我面前，也要称我一声老祖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猜啊！孟灵然，你怎么就这么命好，跳个梦境深渊都能遇上贵人？凤皎皎，明明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当初若非你步步紧逼，我又如何能绝处逢生？你我姐妹二人的恩怨，今日也该做个了断。
老子捏死他比捏死蚂蚁还简单，犯不着你去拼命。徐彦武，你不懂，风角角于我而言就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唯有我自己将他打败，我才能获得新生。你能护我，可我不能靠你护佑一辈子。属于我的仇怨，我必须自己解决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去吧。就算你死了，老子也给你把魂召回来。500年后，咱们又是一条好汉，到时候再战。啊！能不能盼着我点好？孟凌然，我早就知道你我会有这一天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巧了，唯有这一次，你我心有灵犀。你们是亲姐妹呀，如何能自相残杀？我与凤角角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皆是拜凤王与战神所赐。凌然，放过你妹妹吧，你们是一母双生的亲姐妹呀！凤王、战神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再也没有女儿了，子嗣断绝，永失所爱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你我姐妹自出生，唯有这一次彼此靠近，风角角，你我两清了。徐彦武，我是金沙妹，你说天道会不会降罚？他不敢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爹娘做到你们这个份上，也算绝无仅有。我媳妇若是杀了你们，有违人伦；我不杀你们，却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你们一身血脉修为，便当作是我媳妇的赔偿。你们人品虽然不好，但一身修为倒是纯粹，能给我媳妇补上数十万年的寿命。至于你，杀你我可不用手下留情。我乃上神之尊，你若杀我，必遭天谴。你让天道知一个试试？知？你还真敢吱声啊！哎，我好歹也是天道，给点面子。这些年你是不是眼瞎呀？这一个个不成器的玩意儿，也好意思让他们成神？妈的，是谁关闭了天雷之门，把我挡在了虚空之外？真要不是你钻出了梦境之渊，我这会儿还被你关在外面呢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说话太大声了。赶紧收拾这一堆烂摊子，带你媳妇儿子该去哪去哪，别在我面前晃悠。放心，我手很快的，手起刀落。就说我很快吧？哎，滚！等等！哎呀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媳妇儿和那条小龙的姻缘契，你给解了，顺便写上我的名字。这三生石可承受不了你这个混沌兽的名字，你这糟心玩意儿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！大神饶命！你这龙太子也别做了，干脆去凡间去做条小泥鳅吧。你看我是不是很心善啊？不，走你！你就是传说中的混沌兽？是啊，媳妇儿，我是不是很帅？我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。创造鸿蒙分开天地的混沌兽，怎么会是你这样的？媳妇儿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的？我性子不好吗？我模样不俊吗？我修为不高吗？媳妇儿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傻瓜！说我什么？爷，娘说你是傻瓜。媳妇儿骂我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你想怎么收拾我？当然是给我生孩子。媳妇儿，你又打我。